大家好，我係貓哥嗱。今集咧，我哋開一部比較遠歷史少少嘅車啦，就係保時捷嘅 917K 啦。咁係由 Spark 推出啦。咁我哋今集咧就會由外講到內嘅。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保時捷910推出咗之後咧，咁喺1969年嘅3月11號咧，日內瓦車展就展出代號917001嘅款式啦。咁喺1969年嘅時候咧，測試團隊就發現917喺高速行駛嘅時候會唔穩定啦、避震機以及各樣嘢存在重大嘅故障啦。咁最終咧，咁呢部車都經過整體嘅提升啦，將巨大嘅尾翼拆除，改成咗而家大家見到嘅樣啦。進氣系統亦都重新採用一個全新嘅設計啦，而形成大家我哋見到嘅917K 短尾嘅版本啦。咁今次呢部車咧，其實參加咗1970年嘅南非 Kyalami 1000公里嘅耐力賽啦。咁全場只係有5.8公里嘅啫。咁但係咧，呢條路就非常多急彎啦，起伏嘅彎度亦都比較多嘅。加上南非嘅天氣咧亦都比較高啦，同埋呢架車呢一條賽道亦都係比較海拔比較高嘅地方環境之下去進行啦。咁車身容易因為過熱而令到個含氧量唔夠啦。咁車手亦都面對住極大嘅考驗同埋挑戰嘅。咁中間咧甚至會出現好多唔同嘅變數啦，包括落雨等等啦。咁今次呢架車係 Team Gunston 嘅車隊啦，咁派出咗 David 啦同埋 John 兩個組成啦，咁經過咗重重嘅壓力啦，咁佢哋亦都得到咗冠軍啦，咁真係身體機器耐力集於一身嘅一個比賽啦。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好啦，大家見到呢部車啦。嗱，首先咧，第一件事係咩咧？當我攞到上手呢部車嘅時候咧，咁我睇翻官方嘅圖片就有啲得意嘅喎。官方嘅圖片咧係偏向黃色嘅喎，咁但係其實實物咧係橙色嚟噶嘛。咁而家大家睇到實物咧就非常之安心去購買啦。一模一樣嘅顏色啦。咁同埋我叫佢呢隻橙色叫做 EVA 嘅橙色啦，咁大家安心購買啦。咁整體嘅車架啱啱都有講過啦，成架車更加短小精鋼啦，將多餘嘅線條咧同埋輪廓都全部切走晒啦，以空氣動力學為主啦。咁車身除咗一個我哋叫做 EVA 嘅橙色之外咧，仲有一個啡色嘅朱古力啡色啦，同埋帶有一啲金色嘅線條啦。咁講少少啦，咁其實呢個Gunston 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香煙品牌啦。咁如果大家知道嘅，當年除咗紅白色嗰個牌子之外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包括電單車，例如有啲Lucky 牌啦。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咁當年咧，原來香煙品牌咧係可以即係贊助呢一啲車咧，係可以直接帶動到佢哋牌子嘅價值嘅。咁顏色方面咧，發色處理方面都相當準確㗎啦。咁呢一樣亦都唔需要擔心啦。加上咧，佢喺印刷方面咧，同翻照舊同翻之前嘅 GT1 嘅效果咧，亦都相若啦，高清嘅立體啦、線條啦，以及個重量感質素都相當唔錯嘅。咁好啦，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先從車頭個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第一眼咧，我見到咧，其實係呢一個咁不規則嘅外框嘅。我心諗點解咁奇怪嘅？你一開始呢啲位置點解好似有罅有剩啊？好似好唔工整咁啦。咁後尾我睇翻啲資料咧，放大睇下啲圖片，我先發覺，咦，呢個好似係啲膠紙嚟嘅。我諗應該當時嘅耐力賽咧，為咗提高佢嗰個我叫做咩咧，整體嘅耐久度啦，亦都令到佢邊緣嘅位置更加穩陣啦，而去做咗一個咁樣嘅不規則形狀嘅設計。所以每一邊咧，兩邊都會呈現咗罅隙位置，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大家唔好誤會話佢啲做工做得唔好各樣嘢啦。佢係鞏固翻呢啲部分嘅。咁另外啦，車頭前半部分嘅位置咧，亦都有做到一個我哋叫做 V 字形嘅一個好喺個可視點非常之高嘅一個情況下，睇到個效果啦，非常之正嘅。水撥位置亦都乾淨啦。
咁另外一點啦，啱啱都有講過嘅就係既然呢一架 917K 短尾嘅部分咧係做咗一個全新嘅進氣系統部分啦，咁呢一度你亦都睇到呢啲窿窿嘅部分啦，做得唔錯嘅。咁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我覺得幾欣賞嘅部分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做得幾好嘅。呢個氣流咧係帶動個下壓力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呢度做得唔錯啦。咁係有做到鏤空設計喎。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第一點當然啦，亦都唔需要講就係整體嘅印刷方面咧，工整度十足。我幾欣賞佢今次咧可以配合翻香煙嗰個顏色準確度，而側邊亦都帶有啲金色嘅拉花車線咧，呢啲位置咧係有盡量去保留到啦。咁呢啲車咧，老實講嗰句啦，對於有啲朋友好中意保時捷嘅咧，我相信就好熟悉啦。咁但係我咧對於呢架車嘅印象咧，因為都即係歷史悠久，我都未出世啊，咁所以咧，我對佢嘅感覺就唔係十分強烈。但係我估對於一班我叫老鬼啦嚇，佢哋應該可能會更加印象深刻啦。嗱，咁整體嘅結構方面咧，就真係唔需要多講噶啦，要多餘嘅線條全部斬晒佢嘅。咁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呢個外露嘅部分啦。咁其實呢一個你哋會點解咁似一個好似氣閥人哋嗰啲水閘嗰啲氣閥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副引擎嘅散熱部分嚟嘅。咁其實呢一部係用上咗一個 V8 16缸6.6公升，帶有750匹馬力嘅一副引擎啦。咁呢一度咧，亦都有細節咁保留到呢一個散熱嘅部分啦。呢度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喺整體嘅車側部分咧，真係你會見到咧，佢根本上係冇任何話任何嘅。我哋叫做喺設計感上面去做一個精心啦，直頭應該咁講，佢都係為比賽而生嘅設計嚟嘅，所以就睇落咧就一條直線咁咯，冇任何多餘嘅嘢咯。咁呢度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咧，雖然你話佢尾翼嘅部分嘅可能有做到一啲斬咗以前好大隻尾翼噶嘛，咁而家嚟到呢一度咧就斬咗佢，換成咗兩隻細嘅我哋叫做增加下壓力同埋帶走多餘嘅下面呢一啲位置帶走多餘嘅部分啦。咁呢一啲咧亦都有做到啦，大細唔會話覺得好似好突兀嘅感覺啦。咁呢度都做得唔錯嘅。咁簡單啲嚟講，基本上呢架車淨係提升整體成個系統嘅啫。嚟到車尾嘅部分咧，基本上亦都可以講話簡單得嚟又粗暴啦。外露嘅支架部分咧，Spark 喺呢一個位置咧都做得較為唔錯嘅，粗幼度以及無邊嘅處理咧都 OK 嘅，我自己都得收貨啦，亦都有做到尾燈嘅上顏色部分啦。而呢一個部分咧，死氣喉而連接住副機器嘅部分咧，呢一啲位置咧做得非常乾淨嘅，喺膠件部分今次處理咧係優化咗啦。咁另外其實值得留意嘅另一個細節點係咩咧？就係嗰啲車胎嘅坑紋處理啦。咁今次咧係有做得到嗰種質感嘅，咁我亦都冇諗到啦，呢度有做到啦。咁基本上唔會話有啲咩華麗嘅嘢表達到噶啦，基本上就係一種好 raw 嘅設計啦。咁因為其實不嬲保時捷都俾一種感覺就係我點都要有少少美感一啲嘢。咁冇諗到當時佢哋做車咧，即係為咗贏嘅啫。嗱，大家可以見到車底嘅部分啦，其實好清晰就見到車底嘅結構係咁樣嘅。呢度係有副引擎啦，連接住嘅連接死氣喉嘅部分啦，支架外露支撐嘅，真係非常之簡單又暴力啊！我都唔識講，係啦，咁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8.5分啦。咁整體嘅質素方面咧，無論喺車架以及車身線條刻畫方面咧，都係有保留到大部分嘅線條啦。咁顏色嘅厚薄度啦，適中嘅。應該要有嘅，例如引擎嘅佈局啦、車尾嘅結構部分咧，都有保留到一部分嘅原裝嘅質感之餘咧，亦都透過呢一個車可以睇到，當時保時捷對於賽車嗰種造車嘅簡單而有決心嘅感覺係點樣啦。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嗱。咁下一步會係開咩車呢？大家都好熟悉嘅一款車呢。咁但係我已經有講過啦。咁但係另一個牌子出嘅就又係 GTR 啦。
咁就大家記得要留意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個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